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晚上，你走在安静的街头，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。你回头，什么都没有。可下一秒，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从雾里走出来。她站在你面前，声音轻柔却冰冷。我漂亮吗？这就是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都市传说之一——口猎女 Kukusei Kana。她的出现，不只是恐怖故事，更是日本社会潜藏的恐惧与焦虑的象征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半世纪以来，让无数人夜不能寐的诅咒。故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日本岐阜县。那一年，有多名小学生声称在回家途中被一名奇怪女子跟踪。她戴着白色口罩，穿着长风衣，手上拿着一把剪刀。有人说她走路时没有声音，也有人说她的影子比人长了1倍。当地报纸刊登了不审女子出没的新闻，学校开始派老师护送学生放学，甚至有警车在街区巡逻。但没人真的见过她的脸。那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口猎女的夏天，恐惧像病毒一样，从一个孩子的口中蔓延到整个日本。据传说，口猎女是一位身材纤细、打扮时髦的女人。她戴着口罩，遮住下半张脸，在路灯下显得有点苍白。她最常出现在黄昏放学后的时段，在巷口，在超市前，在那条你每天走过的捷径上。她会走向你，语气几乎亲切。我漂亮吗？如果你说漂亮，她会缓缓摘下口罩，那一刻，你才发现，她的嘴角从嘴唇一路裂到耳朵，像是被人用刀子活生生割开。她会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，再问一次，那现在呢？无论你回答什么都逃不掉，说漂亮。她会拿出剪刀，在你脸上划出和她一样的伤口。说不漂亮，她就会当场夺走你的命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当你听见她的声音时，恐惧已经近在咫尺。不过，有些传闻说，有人成功逃脱过。这些幸存者留下了几个被流传至今的自救方法。第一种，模棱两可的回答。有人说，只要回答还好吧。他会愣住几秒，因为他无法判断你是在夸奖还是拒绝，那短短几秒，就是你逃命的机会。第二种，丢糖果。传说他生前非常喜欢甜食，如果你手上刚好有糖果，把它丢到地上，他会停下来捡。那时候，趁他分神逃跑，或许能保命。第三种，问回他同样的问题。你觉得我漂亮吗？据说这会让他陷入混乱，因为在他被毁容之前，这正是他最爱问人的一句话。这些方法听起来滑稽，但在恐惧面前，人们宁可相信任何一丝希望。关于口猎女的前世，有几个不同的说法。最广为流传的一种是，她原本是一位极美的女子，却因外遇被丈夫发现。丈夫在愤怒之下，用剪刀划开她的嘴，并冷冷地说：“现在，谁还会觉得你漂亮？”她在痛苦中死去，灵魂却带着怨恨留在人间，化为夜里寻找评价的恶灵。另一个版本说，她是一名整形手术失败的女人。那是日本刚开始流行美容整形的年代，她花了大笔金钱追求完美，结果手术失败，嘴角撕裂，
她崩溃自尽，死后徘徊在街头。不管哪一种版本，它都代表着同样的东西：对美的执着，以及被社会审视的恐惧。口猎女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蔓延全国，不只是因为恐怖，而是因为它揭露了一个集体焦虑的核心。1970年代的日本正处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尾声，社会压力与外貌焦虑逐渐成为都市女性的梦魇。女性被期待要漂亮、端庄、有礼貌，甚至要随时带着微笑。而口猎女的咧嘴笑容，正是这种强迫性微笑的极端象征。心理学家指出，都市传说往往是集体潜意识的反射。口猎女的故事，其实是那个时代对外貌、女性角色以及社会压力的恐惧投影。它不是单一的鬼，而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所有人心中被压抑的恐惧。随着时代进入网络时代，口猎女的故事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在社群媒体上以新的形式复活。有人在 TikTok 上拍到戴口罩的女子半夜出现在便利商店，有人声称在监视器画面中看到她的身影，嘴角下方有一道深红色的裂痕。当疫情时代，人人都戴口罩时，人们甚至开始开玩笑说，现在谁不是口猎女呢？但玩笑背后藏着一种不安，因为没人知道那些口罩下的笑容是否真的属于人类。夜深的街头，风从巷口掠过，你走过一家关灯的超商，玻璃倒映出你的影子，背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。你放慢呼吸，那声音越来越近。你回头，一个戴着白口罩的女人站在昏黄的路灯下，她的眼睛直直盯着你，缓缓地问：“我漂亮吗？”你会怎么回答？请记得，无论你说什么，她都已经知道你的结局。口猎女这个传说流传了将近半个世纪，它既是恐怖故事，也是一种社会隐喻。它不只是问我漂亮吗？它问的是你害怕真相吗？在每个时代，人们都用不同的形式掩饰恐惧，戴上口罩，微笑，假装坚强。而口猎女不过是这一切的真实写照。